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來關心哦，川普在今天上演的這一場脫口秀，原因是什麼呢？嘴巴喊說要暫緩打伊朗，達到5天。那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要來救救經濟，包括了股市跟油價、民調嗎？還是他另有打算？川普現在正在等的是他的2棲艦，還有5000名的陸戰隊，準備對伊朗發動下一波總攻擊。更大的攻擊可能是哪一個呢？今天我們一起來關心。我們先來看到最新，川普23日在他的社群上面再放話了。他說，過去2天呢，美國跟伊朗之間進行了一個非常良好、富有成效的對話。本周呢，我們會繼續的討論，並且他說了，接下來會暫緩對伊朗的發電廠跟它的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都會停止，達到5天的時間。但是他最後再補了一句說，這個還是最後得取決於整場的會議跟討論是否達到成功。這個消息一出，看起來是不是美國就不打伊朗了呢？激勵了包括我們來看到油價跟這個金融市場的反應，油價是立刻暴跌，幅度超過了13%，油價每桶正式跌回了$100以下。來看到股市的部分，道瓊指數狂飆了631點，納指同樣是狂飆了299點。在這些金融市場反應完，還有川普的話說完之後，伊朗是立刻打臉了川普。看到伊朗怎麼說？他說完全沒有跟美方進行任何的溝通，也沒有透過任何的中間人來做協商。伊朗說完之後，川普又在接話了。川普說呢，我不清楚伊朗在說什麼。美伊，我們明明就是在昨天晚上有確切的進行會談啊，這次將會達成協議。川普也說了，當時去跟伊朗交涉的人是美國的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庫許納。那麼我們也特別來看到專家分析了，為什麼川普會頻頻的在這個此刻放出各種的好消息，其實有3個原因。先來看到第一個，就是要救救股市。確實剛剛看到了股市，美國股市的部分是已經有所反應了。那麼還有就是要壓低油價，確實這個油價有一度是壓低，但是在伊朗否認了有跟川普通話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油價又再度的回漲哦。再來看到的是第2件事情，他們說川普啊，現在其實是在為自己爭取時間，等待的就是從亞洲這邊過去的2棲攻擊艦，還有5000名的陸戰隊，等着他們登陸到中東的時候，才會來做2棲登陸跟遠程打擊，來攻擊伊朗。這個是後面川普等到這些武器到了之後才會做的事。另外，來自於最新的媒體報道消息，美國現在正在加速的增兵中東，尤其現在正在研擬的是登陸奪下伊朗的石油命脈。我們討論非常多的哈克島。第3件事情，現在川普還暗中扶植伊朗的議長，希望透過議長讓他上位，有美國的這個影子在這當中。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也來特別關心，其實呢，我們也提到了川普多次的脫口嘛，過去也有非常多次的經驗。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他多次的警告伊朗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打擊，但是最後就是空襲一下，還有有限的反擊而已，被人家笑說你是在脫口吧。第2件事情，他也曾經對伊朗畫了很多紅線啊，聲稱說你如果觸碰到底線，我會報復。結果幾乎是沒有任何的升級行動。那麼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我們就來假設說，這一次以軍事來說，川普是為了在預做準備，等2棲攻擊艦跟這個陸戰隊到了要做攻擊的話，那他的戰術會是什麼？他又會如何做反擊？我們看到川普他講話我跟你講，從來不必打草稿，你知道嗎？我們跟伊朗有非常重大的進展，你知道嗎？非常有利的談判，利器的利，代表什麼？代表說真的跟伊朗這幾天來有重大共識，所以我延緩5天，延緩5天幹什麼？對哈格爾島有這個重大的伊朗的能源設施發動準軍事攻擊。哇，那這個新聞一出來，就代表什麼？代表利多嘛，一利多，那開始油價洗三溫暖，股市也跟着洗三溫暖。油價你知道，北海布倫特原油本來是100塊，對不對？一桶，結果一聽消息大好，油價跌了13%，變成87塊美元一桶啊！結果有一個人跑出來，
叫做卡利巴夫。卡利巴夫是誰？伊朗國會議長，也就是川普口中現在最有可能會取代啊，就是說這個不管是哈米尼或哈米尼的兒子不能夠真的親自主持的話，可能是卡利巴夫會出來，他就一頭霧水，跟半島電視台記者說：“你在說什麼？我們哪裡有跟川普有任何談判，對不對？他是自己在編故事嗎？對不對？”他說：“絕對不可能的，伊朗還是要進行這個偉大的報復。”他一講，油價又回去了，你知道，又跑回100塊美元去了。所以我們看這個，你會覺得說，這個是真正的民生經濟，在川普的嘴巴裡面變成一場兒戲，你就會覺得這個人講話完全沒有信用。但是我們也快要反過來看，因為我們特別注意你的軍事行動是怎麼在做的，但這方面是屬於比較認真的東西。那2艘那個就是2棲突擊艦啊，已經到了紅海，也就是阿拉伯海那邊的外海，準備要進入荷姆茲海峽。這2艘船要特別介紹一下，他們就是閃電航母。什麼叫閃電航母呢？閃電航母就不是真正的航母，它只是搭載着閃電戰鬥機的航母，也就是 F-35。也就是說，這個是美國在因應他們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可能不如在冷戰時期還有那麼多組的情況之下，美國國會、美國憲法規定你一定要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可是現在還沒有了，它只剩下10個，因為尼米茲號要退役，福特號還上不來，所以說他們就把規模以及排水量比較小的閃電航母，它搭載了 F-35戰鬥機之後，它不但可以自衛，它還能夠攻擊。本來2棲攻擊艦的作用不是這個，他們是負責搭載陸戰隊的，每一艘都可以搭載2500名陸戰隊。我現在講2500人，你會覺得說，哎，對啊，我們坐郵輪也是2500人啊。對不起，它上面還要載很多重武器跟重裝備，因此4萬噸的2棲突擊艦，它就必須要帶上2500名陸戰隊員，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緊緻的設計，它還要載戰鬥機，它還要載油料，它還要載飛彈，所以說這2艘分別是黃蜂級的全獅號以及那個美利堅級的迭利波里號，這2艘最新的閃電航母已經到達那個，就是說它的前進部署的預置點的話，就是如果今天赫克塞斯在收到川普的一聲令下說談判失敗，打你就要往前了。往前的話，你最終的目標就是哈克爾島，就是哈克爾島。對，那這個島打下來之後，可能也是一場噩夢的開始。為什麼？你打下來之後，你就在伊朗飛彈的範圍射程之內了，他就可以直接對付你。為什麼？因為哈克爾島距離伊朗才30多公里而已，很近。如果他今天前線部署的話，你就必須要先用閃電航母上面的戰鬥機去把沿岸可能威脅你的這些飛彈設施先給摧毀。所以到時候他的戰爭就會變成說，你就真的進入了伊朗本土的戰爭了。那這些陸戰隊他登上了哈克爾島之後，就等於宣示美國力量進入這邊。那你真的有地面部隊上去就代表你可能要再上去伊朗本土，你是不是要去攻？那對不起，你現在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是不能夠支應的，你要有更大的後勤能量。那現在盟邦都不願意幫忙的情況之下，川普要從本土再調船團去支援，所以川普一直沒有下定決心的原因就是說，那個就是進占本土的準備。你有這種後勤支援嗎？現在看完全沒有，你沒有滾裝貨輪，你沒有大型郵輪，你沒有艦隊快速補給艦，沒有跟着一起走的話，那這個戰爭行動會拖得很長。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到現在還在洗三溫暖的原因。對，好，所以我們就要看下去，接下來這個5天之後，川普是不是真的會攻進去？那如果攻進去，就是哈克島，等於也進入到伊朗的本土，這是付出的代價是會非常大的。那同樣的問題，請教大使又怎麼看？為什麼川普說快達成協議，結果伊朗又打臉？他是為了就是救經濟，所謂的包括股市啊跟油價，他希望壓低，還是他真的在準備接下來要來進行更猛烈的攻擊？川普通常都是要價很高。哎，他那個話講的都很狠，就因為講的太狠，就無法實現。到最後他自己要找一個時間下台，而且他喜歡用這種時間壓力，只有2天，對，
可是他玩得很純熟，他談判技巧真的很純熟。時候到了說，我再延5天，5天以後呢，他說再延2天。所以川普他口是有名的，那因為他什麼事情都從談判的角度來看，他從談判的角度來看，他會覺得自己很聰明。對，我這個唬你一下，搞不好我就達到目的了，你搞不好就屈服了。我最後這個艾迪美敦輸下來，你就對方想一想說，算了，我就讓步了，搞不好就賭贏呢。那沒有賭贏，他看也不行的話，油價又上來的話，他這一招是蠻高的再延5天，對不對？所以他這個人家叫什麼？這個有的是叫什麼腦啊？他這個腦，他叫談判腦。談判腦，事實上的話，用一個最高統帥一直用談判方式來處理問題的話，太片面了，就會變成大家都感覺到你講話沒信用。談判基本上就是詭計百出，也不講實話，那都全講策略。可是你做一個美國總統的話，你如果老是做這種決定的話，你就威信盡失，威信盡失。那現在他這個可以看得出來，他一定是取乎上得乎中，最後呢拿不到的話也就算了。对，比如說遇到強的，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嘛，对。他给你停戰1年，最後說還要再停戰1年。然後呢，你降，我們大家都降稅，本來120%給你降到現在50幾%，他可以退的。川普作為一個這個所謂的談判腦的美國總統，他是有很多退的這個空間的。所以你會發覺大家都很緊張，只有他老兄一個人老神在在，因為現在刀抵着你，對不對？我也可以現在搞的事情鬧大，對不對？我的刀收起來不抵了嘛。對，我打你，我最後我也可以不打。對他，我想他的智商應該在莫迪之上。莫迪先生打敗仗還可以說全國放假10天慶祝勝利，那川普智商覺得比他高，所以川普有收的空間，他也有收的把握。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部分應該是一種怎麼講呢？最後通牒，然後呢展開談判。那伊朗是被耍了，伊朗說你根本還沒有開始跟我談，你就說已經談了。那川普講說，打仗誰說要跟你講實話的？對，欺騙你，我為了國家利益欺騙你，為了打仗欺騙你，天經地義。這個是他的思維方式。所以我覺得現在伊朗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伊朗也會談，也會談。那談打談，邊談邊打，那是常態。可是我覺得就變成現在雙方都覺得有機會談的話，搞不好5天以後真的川普就說宣布勝利以後然後呢收兵。是。好，那現在的關鍵就是說，那川普下了最後的通牒，但是美伊提出來的各種條件，雙方能夠達成共識嗎？因為看起來裡面是有一些項目，雙方是很難達成共識的。其中我們來看到幾個，先看伊朗他提出的要求，必須徹底的結束戰爭，那美國撤軍，並且關閉中東所有的美軍基地，還有賠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這是來自於伊朗。那我們來看到美國說，伊朗必須停止核計劃，拆除濃縮鈾的核設施，還有撤銷限制彈道飛彈的計劃，停止支援代理人戰爭。現在看起來的停戰條件有可能嗎？另外就是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川普現在是否要扶植這位伊朗的議長上位，來介入在伊朗的政權當中？上次哥怎麼看？首先我們看這個整理出的伊朗提出的條件跟美國提出的條件，大家不要誤會了，覺得好像大家真的已經提出條件在談，沒有的。伊朗每一天其實都有記者會，這都是過去歷來，因為每一天都有有記者在問伊朗現在的這個外長，還有包括開記者會當中負責的那個領導人，問他們說，到底現在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停戰？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條件，不是他們現在跟美國談這個條件哦，是歷來在問的時候，比如說我們現在前3項。這是更早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出來的，所以大家不要誤會，這只是說過去記者在問的裡頭。因為記者有個最新消息是什麼？英國《泰晤士報》在我們錄影前的1個小時才剛剛才講說，川普真的是已經有在談嗎？伊朗在談嗎？《泰晤士報》說沒有的。
說現在能夠代表川普去談的就只有一個人，就是魏克夫。那麼魏克夫他說現在根本沒有任何的管道能夠伊朗談，而他正在尋求透過巴基斯坦，而且沒一撇，巴基斯坦也沒答應，伊朗也沒有答應哈。所以真正我們要看的部分，誰能夠代表川普去談，其實也沒有太多。我們這個電視牆當中講說庫許納更不可能，因為庫許納已經被公認知道，他就是影響川普在當時決定開戰的那個人，而且就是斩首行動當中推動的那個人。我覺得庫許納如果沒有被伊朗視為非要把他殺掉不可，都不可能了。而且我覺得必須要來看，為什么我覺得可能性很低，尤其在伊朗。首先，我們现在在台灣感受到的，或者在亞洲感受到的，主要都是歐美，台灣自己沒有派記者這次去中東採訪，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們都在歐美媒體都覺得是川普的這個節奏，川普的起伏，我們跟着他起跳。可是你真正來盤點，理性來盤點，到這一次來看，伊朗是什麼？伊朗是人家的哈梅尼，是他的政教領袖，他們的神他們的神被殺了，被斬首，整個伊朗被斬首了50幾個以上的所有的領導人包括先前最新的拉里賈尼，而且最近其實國外媒體都說，拉里如果真的要跟伊朗談，其實拉里賈尼有可能，因為他跟美國打交道已經幾十年了，他在這個外交各方面來講，而且他在整個伊朗當中算是比較改革派的，結果你把拉里賈尼也把人家斬首了，對，所以首先第一個斬首行動不是我們在想說死了就算了，人家那個是深仇大恨。我看現在包括半島電視台裡頭，現在每隔幾天，每隔40天，就在為他們紀念的這個儀式，是幾萬人在德黑蘭的街頭在為他們悼念，這個都沒有停的。所以第二個部分我講說，現任的領導當中，怎麼會輪到這個議長呢？而且不是暗中嗎？暗中為什麼媒體都報道出來？所以人家當事者都說沒有，就沒有我啊！而且都現在講說，都知道怎麼樣也要目擊塔巴吧？人家是现在新任的神新任的政教領袖，而且拉里賈尼結束之後，誰是真正的能夠取代的，還要看穆吉塔巴指定誰。如果沒有出來之前不知道的，而且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了。現在不是川普要不要停？伊朗現在跟以色列之間，他們的這場戰爭是幾十年、上百年，有延續的一點宗教戰爭。最近在國際輿論當中，學者在分析，這裡頭們包含他們自己本身所謂的末日，也就是說大家互相要把對方置對方於死地，對以色列於死地，以色列要伊朗於死地。這個不是現在這種我們看到國際政治、財經的這樣子的元素而已，它深層的這種宗教仇恨，末日要達到末日的這個宗教的目的，可能是在有更深層。這些加起來，你覺得可能會輕易就談，很可能輕易就5天之內就可以談完嗎？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